美国都有哪些退休计划？401k 是什么？401k 都有哪些种类？401k 存款上限是多少？本期视频给大家详细讲解401k 计划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美国的 Susan。我的频道呢，主要和大家交流和分享美国生活经验，包含理财、移民、保险等的内容，当然也少不了游山玩水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视频，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美国的退休计划大体有 401k、IRA、年金、寿险这几大类。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下 401k。本期视频主要分享401k 的基本概念，401k 的存款上限是多少？401k 的种类都有哪些？存入 401k 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取？首先，什么是 401k？401k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公司为员工提供的退休福利计划。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提供的，这要看雇主的意愿了。这是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，内容是允许雇主为雇员建立一种延迟缴税的储蓄账户。这个账户里的资金可以用来进行基金和股票的投资。401k 计划都有哪些限制呢？首先 401k 计划是雇主自己设置的，所以每个公司 plan 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条款。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一些公司会设置工作年限，一般工作满3个月到6个月，或者是有的公司要求工作满1年之后，员工才有资格加入这个计划里面。401k 的钱一般是会交给大的专业投资机构来管理。员工可以从自己的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收入，存进这个账户，作为将来的养老金。雇主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员工 401k 的账户里面存放资金，一般以雇主根据雇员为自己存放的百分比做相应的匹配，也就是 employee match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每个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$600作为 employee contribution， 那么你每个月的 payroll 里面就会有$600自动存入 401k 账户。如果你的雇主选择了50% match， 那么你的雇主也会自动往你的 401k 账户中存入600%的50%，$300。但是不是你放多少，雇主全部都给你 match。雇主是有上限的，通常为年薪的6%。注意，雇主的 employee match 可能是1年才放一次的。如果你决定辞职的话，一定要确认好雇主是否已经把你工作年限所属的 match 已经投放完毕。公司有可能今年3月份投放去年的 employee match， 但是你今年1月份打算离职，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确认好你离职之后公司是否还能给你投放去年的 match。 即便是你去年工作满1年，但是因为你今年3月份就已经不在公司了，所以公司有可能不给你放去年的 match 了，那你就一定要等到3月份才辞职。401k 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减少你的 AGI， 也就是减少你现在的年收入，减免税率，等到你以后取退休账户里面钱的时候再交税，也就是延迟缴税。401k 计划每年存钱的上限是多少呢？既然 401k 计划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大家肯定都想着往 401k 计划里面放入更多的钱。所以对于每年 401k 计划账户里存钱的数量， IRS 设置了一个限额。2021年作为员工，你最多可以往 401k 计划的账户里面存放19500。如果你的年龄超过了50，那么你可以存入26000。如果你有雇主 match， 那么你和你的雇主投放的总金额不能超过58000。如果超过50岁是64500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。一般在每年的10月到11月份 IRS 会审核并且调整 401k 计划的最高存款限额。对于每年的数字到底是多少，大家可以在 IRS 官网都可以查询到。那 401k 计划都有哪些种类呢？第一种就是 traditional plan， 也就是 pre-tax，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plan， 存钱不交税。
等到你59岁半取钱的时候才交税，所以这个账户里的钱是没有扣税的钱。那等到退休之后取钱是本金和用这笔钱投资的收益全部都要交税。第二种呢是 Roth 401k。跟 Traditional 401k 最大的不同是，这个存入的是税后的钱，也就是存入 401k 账户里的钱是交过税的钱。那用这笔钱投资取得的收入就不需要交税了，所以退休的时候取钱就完全不用交税了。第三种就是 After Tax Contribution。 那这个计划呢，存入的本金是交过税的钱，但是取钱的时候还要交税。存钱是交税，取钱的时候也要交税，这是不是和普通的 brokerage account 没什么区别啊？是不是没什么好处啊？没什么好处它就不可能存在了。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好处。首先，这种 plan 和上面两种 plan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存款的年上限。咱们前面说过 Traditional 401k 和 Roth 401k 的存款上限都是19500，你和你的雇主在 401k 账户里面可存入的所有的钱总和上限是58000。但是对于 After Tax 401k Contribution 计划来说，你个人的存款上限就是58000，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放进去更多的钱了。这种计划适用于已经存满了 Pre-Tax 401k 的上限额度，但是还想继续投放 401k 的朋友们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和你的雇主今年往 401k 计划里面已经投放了35000，那么你可以投放58000减去35000的23000。而且它最大的诱惑力就是它可以转入收益不交税的 Roth IRA 账户里面。Roth IRA 里面存款是有上限的，而且对于收入高出一定限额的人是不能投放的。那么 After Contribution 是不是正好是这些人的最佳选择呢？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以上三种计划各有各的优势。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Traditional 401k 和 Roth 401k。先说一下 Traditional 401k Plan 最大的特点是减少年收入、减免税率、延迟缴税。Roth 401k 就没有 Traditional 401k 的这项好处了。但是呢 Roth 401k Plan 每年存入的钱可比 Traditional 401k Plan 更多。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。每年我们往 Traditional 401k 和 Roth 401k 里各自存放2万美金，10年后两个账户同样有20万美金。我从 Traditional 401k 取钱需要交税，最后到我手里可能是只有16万。但是 Roth 401k 计划里面的钱取出来还是20万，而且可能会更多，因为取钱时本金和收益都不需要交税。而且等到你到了59岁半的时候，账户里的余额可以一笔全部支取，不需要缴纳任何额外的费用。但是 Traditional 401k 账户就需要分成几年的时间来支取，因为 Traditional 401k Plan 是要计入当年的收入的，一次性大笔支取会造成税率的升高，那就不划算了。所以一般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，如果收入不是很高，在一个比较低的税率的情况下，并且预计未来收入会增加，税率会升高，是非常适合参加 Roth 401k 计划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存钱交税、取钱也交税的 After Tax 401k 计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存款年上限比前两个计划都高。如果你已经存满了前两个计划，但是还想存更多的钱在 401k 计划里面，这时候呢就可以考虑这个计划了。而且这个计划是可以转成 Roth IRA 的。大家注意啊，我在这里说的是有可能可以转成 Roth IRA。那么什么人可以转呢？只有公司允许 in-service transfer 才可以转哦。就是说，有一些公司允许你在公司工作的情况下，将 After Tax Contribution 转到 Roth IRA。具体来说，如果你选择了 After Tax Contribution 的计划，并且你同时也开了 Roth IRA 账户，然后立即将 After Tax 401k 计划的钱转到 Roth IRA 中去，那么这笔钱以后投资的收益都不需要交税了，
因为 Roth IRA 的投资收入是不需要交税的。关于 IRA 和 Roth IRA 是什么，我会专门再做一个视频讲给大家。除了 401k 计划之后，很多人肯定会特别关心什么时候可以把存进去的钱取出来呢？既然是退休计划，那肯定是老了之后才能取出来，对吧？美国政府规定是在你59岁半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笔退休金取出来。如果提前领取，那么你将会有10%的罚款。在72岁半的之后，你每年必须取一部分资金，并且无法再继续存入 401k 计划，不然你也会产生一定的罚款。可是呢，这笔钱也有一些可以提前领取的特殊情况。如果你的年龄到了55岁，并且你已经打算退休，这个时候公司还继续承担 401k 计划，那么你可以每个月取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你的收入之一，就不需要支付10%的罚款。还有一些就是困难时刻，比如说支付自己家人的医药费，支付自己和家人的丧葬费，支付自己和家人的大学的学费及相关教育费用，支付第一次购买的自住房的费用，或者是成为了残障人士、失业满12周、账户持有人死亡等。那如果账户持有人死亡，则账户里面所有的金额归账户持有人指定的受益人拥有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下一期我会继续讲换工作 401k 里边的钱怎么办，401k 是否可以贷款买房等相关话题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麻烦订阅、点赞、转发我的视频。如果我有哪些说的不足的地方，或者你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